想象一下，你驾驶着战机在执行任务，忽然发现一枚中距导弹正朝你飞来。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迅速释放诱饵弹，并进行机动规避。五代机在空战中最大的威胁之一，无疑是这些导弹。那么，一旦被锁定，战机到底还有多少生存几率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吧。如果撇开细节性能不谈，目前几款顶尖的中距空导弹，比如台湾的 AM-120D、俄罗斯的 RVV-SD 以及欧洲的流星导弹，其核心技术都大同小异。它们通常采用惯性导航，结合数据链修正的方式进行中途制导，末段切换为主动雷达制导，飞行速度多在4马赫左右。虽然 AM-120D 的最大射程达到160公里，RVV-SD 约为100公里，而流星超过200公里，但这些参数在实际作战中差异并不显著。就像步枪的标准射程可能是550米，但战场上的交火距离往往在150至300米之间。导弹的使用方式类似，美军在实战中通常会在100公里内发射 AM-120D， 再加上五代机的隐身优势，敌人不可能在几百公里外轻松锁定目标。因此，单从导弹性能很难分出胜负，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战机的整体性能和作战策略。比如，如果让搭载 AM-120D 的 F-16B 对阵搭载 RVV-SD 的苏-57，现代空战的标准模式可能是这样的：预警机在后方提供情报支持，通过强大的雷达系统或被动探测锁定敌机，并指引己方战机占据有利位置。如果敌方也有预警机，己方战机同样可能被发现，即使是老旧机型，通过雷达告警系统也能提前获知威胁。在这种战术对抗中，可能会出现3种情况：己方先发现敌人，双方同时发现，或敌方先发现己方。如果己方率先发现敌人，战机通常不会立即锁定，而是根据预警机的指引调整航线，寻找更有利的位置，在达到合适距离后再发射导弹。导弹在初期通常不会启动雷达制导，以免暴露己方意图。中距导弹有些类似装备格斗弹的无人机，可以接近敌机后发起攻击。在空战中还有一个关键概念：不可逃逸区。当导弹进入这个范围后，无论目标战机如何机动，几乎都难以逃脱。然而，如果导弹在过远距离就开启雷达搜索，很容易被对方雷达告警系统察觉，留给敌机足够的反应时间。无论是 AM-120D 还是 RVV-SD， 它们的战术运用模式非常相似。如果双方同时发现对方，压力将迅速转移到战机上。例如，当台湾的预警机锁定战机，并引导发射 AM-120D 时，战机也很可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威胁，并采取规避措施。假设 AM-120D 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探测范围为30公里，以4马赫的速度从100公里外飞来，它需要约51秒才能进入主动雷达开启的距离。在这51秒内，被锁定的战机完全可能探测到来袭导弹并做出反应。尤其是如果目标是隐身战机，其雷达反射截面积较小，导弹的探测范围可能进一步缩短。比如，即使苏-57的隐身性能相对有限， AM-120D 对其的探测距离可能减半，这将为对方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，进一步增加规避的可能性。那些关于敌机还没看见影子就被击毁的超视距作战传说，其实并不常见。现代空战中，一旦战机发现敌方发射的空导弹，唯一的选择往往就是设法脱离战斗。尽管电影中释放诱饵弹的画面酷炫十足，但面对现代空导弹，这些早期的逃逸手段已经不再那么奏效。无论是红外制导还是雷达制导导弹，如今的大多数中距导弹都配备了主动雷达导引头，可以自主搜索并追踪目标。从性能上看，导弹比战机更轻，无论爬升还是平飞的加速度都大幅领先，且其抗过载能力远超战机。比如 AM-120D 的最大过载可达40G， 而普通战机的日常飞行过载通常在3G 左右。F-22 和苏-57这样的高机动性战机也只能承受9G 左右，差距显而易见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被导弹锁定的战机毫无逃脱可能。导弹的高过载能力主要是为弥补其弹翼面积小、升力不足的问题。与战机不同，
导弹要通过增大迎角来产生足够的升力完成机动。这种设计虽然赋予了导弹极高的灵活性，但也使其机动效率受到限制。战机则可以凭借较大的机翼面积和较高的势能，通过复杂机动规避导弹的追踪。此外，导弹的燃料有限，如果战机能够拖延时间，直到导弹燃料耗尽，便有机会摆脱追击。实际操作中，战机通常会通过攀升储备势能，与速度更快但转弯半径较大的导弹周旋，在俯冲和攀升之间不断改变飞行方向，可以迫使导弹消耗更多的能量。而导弹在重力作用下无法占据明显优势，战机的这种战术有时能够奏效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失速机动虽然可以迅速改变机头方向，但会导致速度骤降和能量快速消耗，因此只能在关键时刻使用。相较之下，高低悠悠、防御性铜滚、进攻性铜滚和破 S 机动等经典空战机动更为适合在与中距导弹的对抗中使用。比如，在一次北约军演中，法国阵风战机能够在近距离探测到 F-22 猛禽，但 F-22 凭借卓越的持续机动性能，始终保持在阵风雷达探测范围的边缘，难以被锁定。F-22 可以在2马赫的速度下持续进行6G 机动，这种能力让它即便面对复杂环境，也能保持一定优势。虽然超机动动作能快速调整机头方向，但它不能改变飞行轨迹，并且会显著损失能量，因此仅在必要时使用。至于 F-22 和苏-57的持续机动能力，二者在某些方面差距不大。F-22 的矢量推力仅限于俯仰方向，横向推力需要喷流舵面控制，这对其超机动性能有所限制。而苏-57的全向矢量喷口设计，让其在复杂机动中更加灵活，超机动性能略占优势。不过，苏-57的隐身性能逊色于 F-22。如果没有预警机的支持，仅凭单机作战，携带 RVV-SD 导弹的苏-57面对搭载 AIM-120D 导弹的 F-22时，胜算并不大，往往会处于明显劣势。现代空战依旧遵循4个核心原则：先敌发现、先敌锁定、先敌命中、先敌脱离。这些原则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战机的雷达性能和隐身能力。以 F-22和苏-57为例， F-22配备的 NAPG-77 雷达探测距离约为300公里，而苏-57的 N036 雷达系统由5套有源电子扫描阵列天线和2台机载计算机组成，理论探测距离可达400公里。然而，这种理论性能并不能完全转化为实战优势。在空战中，雷达探测距离受战机雷达截面积的显著影响。通常，目标的 RCS 每降低一个数量级，其被探测的距离缩短约44%。苏-57的 RCS 约为 0.4 平方米，远高于 F-22的 0.01 平方米。这导致苏-57在实战中对 F-22的探测距离可能仅为70公里左右，而 F-35对苏-57的探测距离则可达170公里。如果两者在正面交战，并同时开始搜索， F-22通常能够抢先发现苏-57，从而占据先机。当苏-57意识到 F-22的存在时，通常为时已晚，其逃脱机会往往十分渺茫。相比之下，4代机的空战更多依赖中距导弹的性能，而非隐身能力。5代机凭借隐身性能和超音速稳定盘旋机动能力，在对抗中距导弹时占据显著优势。以 F-22携带 M-120D 对抗苏-57携带 RVV-SD 为例， F-22凭借隐身优势和雷达性能，能够在远距离先敌开火，并通过超巡速度和机动能力进行防御和脱离，形成压倒性优势。在4代机的中距导弹对抗中，流星导弹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战术价值，其更远的射程、更大的不可逃逸区以及强大的终端动能，使其对其他中距导弹形成优势。例如，在台风战机对阵苏-35的情况下，若双方同时发现对方，并在200公里内交战，台风战机可以依赖流星导弹的远射程和高性能，在安全距离外锁定并攻击苏-35。即使苏-35抢先发现台风战机，由于 RVV-SD 射程较短，仍难以有效反制台风战机。至于4代机与5代机的对决，
结果几乎毫无悬念，五代机凭借超巡速度、隐身能力和雷达性能，全面压制四代机。例如，在模拟对抗中 ，F-22或 F-35携带 M-120D 对阵苏-35或苏-57时，五代机通常可以在发现四代机之前完成锁定并发起攻击。对于四代机而言，雷达反射面积和雷达探测距离的差异较小，这使得中距空空导弹的性能尤为关键。目前，美欧的主力中距空空导弹各具特色，在射程、制导、机动性和杀伤效率方面各有优势。在射程方面，流星导弹凭借200公里的射程和更大的不可逃逸区域占据领先地位。官方数据显示，其性能在现役导弹中无出其右。而在制导技术上，AM-120D、M120D 表现突出。该导弹配备了复合制导系统，并加入了双向数据链和 GPS 制导，提升了导弹的制导精度和大离轴角作战能力。双向数据链替代传统的单向设计，不仅支持导弹在机后方的目标锁定，还允许战机在发射导弹后迅速脱离战斗区，甚至实现 A 射 B 导的功能，为战机提供更多战术灵活性。在机动性方面，俄罗斯的 RVV-SD 导弹具有独特优势，其网状尾翼设计赋予了优异的飞行性能和大角度离轴发射能力，相当于具备矢量推力控制功能的专用格斗弹。这种设计特别适合在近距空战中对抗高机动目标，在机动性能上优于 M120D。然而，网格翼设计的缺点也显而易见，例如较大的空气阻力导致速度衰减更快，最大射程明显低于 M120D 和流星导弹。此外 ，RVV-SD 的短锥形机翼在超音速飞行中优化了流体力学性能，但对其射程表现仍有局限。在杀伤效率方面，RVV-SD 和流星导弹均采用高能破片式战斗部，通过爆炸产生的破片摧毁目标。尽管其破坏范围较广，但需要多个破片命中目标的关键部位，才能确保有效杀伤。而 AM-120D 则走了不同的路径，其高精度制导使得高能定向战斗部能集中爆炸能量，提升了单次命中的杀伤效率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，RVV-SD 的网格尾翼设计不仅提升了导弹的控制能力和机动性能，还减少了导弹的雷达反射截面积。然而，其空气阻力较大，使其极速和射程相对较短，因此更适合兼具格斗与中距拦截任务，而不是单纯的远程拦截导弹。如果未来能将这种 AI 控制系统应用于无人机和导弹领域，不仅有助于对抗先进的反导系统，还可能彻底改变无人机的作战方式。未来战争中，无人机能否实现自动规避导弹的高级功能，将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作战环境的需求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环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